长河实业，你们两边的港口通通把权力交还回来，还给我们巴拿马政府。巴拿马，你现在对我们长河实业这样子的话，我们最大的航运公司也不送东西过去了。中国现在对巴拿马的惩罚快速有效，光是5月就扣了400多艘船。你这个巴拿马的船是不是？我要检查你们，这个轨感不对，停泊的位置不对，停1天60万台币，停1个礼拜600万，谁受得了啊？接下来我们看到中国大陆痛打巴拿马，尤其现在这个巴拿马可以说是祸不单行哦。内部它现在要面临到是圣婴现象导致的干旱，所以再次的限航。外部现在长江合计正式的对巴拿马这边提出了索赔，达到了15亿美元的金额。另外，光是上半年642艘船出逃，巴拿马航运再现危机吗？欢迎观众朋友留言，如果您认为确实是这样，留言写1；如果你认为不会，还有美国罩着留言写2，跟我们一起互动。巴拿马来看是不是踢到铁板了呢？因为原本巴拿马政府打算要撤掉这个长江合计在巴拿马2个港口的经营权，想要降低大陆的影响力，没想到巴拿马现在面临的压力可大了，包括来自于中国的反制、长江合计的求偿、运河的干旱跟航运的震撼4重压力哦。好，来看到最新消息，巴拿马运河管理局最新宣布，今年呢主要就是受到圣婴现象的影响，所以可以看到降雨量明显的减少，降雨量影响的话，就会影响到整体的流域的入水量了。现在说呢，大减了4成，所以怎么办呢？他们决定从9月份开始，每日的通行量降到34艘，15号再降到32艘哦，要开始做限航了。另一头，祸不单行的事情是中国大陆对于巴拿马的报复行动开始要做强化了，开始强化对于巴拿马船舶的检查，所以光是今年上半年这边的一个数据显示，已经有600多艘船脱离巴拿马籍了，不愿意再拿巴拿马籍的国旗挂在他们的船只上。另外还有400多艘巴拿马籍的船舶遭到中国检查，并且就把它扣押了。对于巴拿马来说，更大的压力是来自于长江合计对他提起了国际的仲裁，也就是因为这2个港口，他要求说要弥补的偿还的金额达到了15亿美元。要知道，其实上次呢，巴拿马下面的港口公司才提起了仲裁，当时要求的金额达到了20亿美元的一个赔偿。所以今天节目一开始，先请教厉将军怎么看巴拿马这个时候呢撤了长江合计的股权哦，那中国大陆现在全力的反击，已经造成光是上半年600多艘船出逃，400多艘遭到查扣，而且现在又碰到圣婴现象，运价暴涨，因为中东航运哦现在受到很大的影响，所以运价暴涨。巴拿马是不是面临航运收入两头烧？我觉得巴拿马这活该了。他们当初这个被美国川普的压力之下美国川普一直要拿下巴拿马运河嘛。他们自己本身没有经过深思熟虑，也没有经过各项利害的这种推演就直接由法院裁定，直接由政府就扣押了巴拿马和两端的这种港口的营运权包括巴尔博亚港跟克里斯托瓦尔港这2个港口营运权那将长河这个中国的这种香港的长河集团将它赶出去。那当然你讲就你要评估到。其实第一个就是中国报复的力道是绝对不弱的。我们知道巴拿马这个国家都是靠很多国家的货轮挂他们国家的国旗，借此来增加它的税收那如果说这些国家不挂巴拿马的这种船籍来讲的话，那对国家在这方面来讲，营运当然税收会减少很多。那这是中国第一招就是你所有只要是挂着巴拿马运河巴拿马国家国籍的船只，到了我中国来之后，我就会详加检查当然，中国检查也不是没有道理，它有它的法源的根据，它依据法律来这个实施检查扣押。你知道，当一条船被扣押的话，一天光美军就会损失将近1.8万而且中国扣押，我要检查来讲的话，包括可能你船只的安全，你人员的安全他叫你开到另外一个地方去，这一拖给你拖1个礼拜，你看你营运就少多少。对，所以很多船籍。很多这个船东来讲，他就不将他的船寄籍在巴拿马那对巴拿马影响当然很大。你看看整个来讲，这个总共有今天来讲已经有642艘的船舶已经脱离巴拿马籍了那第二个，
我们看到，其实巴拿马运河，我们都不要以为说是这个运河是把大西洋跟这个太平洋两端挖通，让海水可以贯通的，不是，它是这个借着里面的湖水这个湖水来讲的话，它船只跟坐升降机一样，一站一站过去，再一站一站放下来所以中间是必须要靠湖水是淡水的，不是整条运河是靠把大西洋跟太平洋挖通，不是这样。那刚好今年又碰到强烈的声音现象，那湖水的水减少，湖水减少，这个船只就没办法灌到它的水闸里面，没有办法灌到船闸里面，船就没办法做升降所以它必须要减少它的运量，这是对它来讲是第二个损失。那第三个来讲的话，当然中国有很多的这种相对的政策，譬如说是中国的这个中远洋来讲的话，他就要求他的船运公司不要到巴拿马去那当然就减少巴拿马对于港口营运的营收当然最后长和自己本身来讲也提出相关的刑事诉讼跟巴拿马政府求偿15亿美元。但你要知道，光巴拿马这条运河每年光营运的营收大概也就是30亿美元。那如果说败诉的话，等于有一半的钱要拿去赔半年营运的钱都要去赔长和集团，对他来讲是得不偿失的。所以巴拿马当初在做这个决定之前，真的是没有经过深思熟虑。好，所以我们看到将军也特别提到了嘛，因为这个长和现在求偿30亿美元，等于它营收的一半，一部分是如果告成的话，确实巴拿马就是要付出这个经济上面的代价，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他们现在非常担心的事情是，当初他们硬要拿这个长河下面的这2个港口货柜码头，结果现在呢，这2个码头找不到接手的人。这2个码头包括了第一个是巴尔博雅港，第二个是克里斯托瓦尔港，现在要开始招商，但是国际业者怎么敢去下标呢？因为他们都知道这背后有中美之间的角力，谁都不想要扯入这个当中的这个政治问题那汉庭又怎么看这2个问题？巴拿马活该这当初呢强行接管真的是土匪行径。在今年1月29号，巴拿马最高法院直接就裁定，你这个港口违宪，而且不得上诉。而且整个过程没有提前的通知，也没有协商，没有缓冲的交接，所有员工是被迫指定的当场离开岗位，然后没收他的全部资产，什么起重机、车辆、电脑系统，全部都被控制。长和在2021年的时候是合法合规续约25年本来是可以到2046年的，结果巴拿马突然说它违宪，然后呢，整个还有20多年的合约直接作废，也不赔钱。那现在呢，巴拿马就交给了2家公司，但这2家公司期限最长18个月，而这2家公司都说，我们只做临时的，长期也不考虑。为什么？因为谁接盘，谁就要面对非常长时间的法律追偿，还有大陆的外交压力，再加上全球航运网络的重新评估嘛，没有人敢接。第一个就法律风险，长和的仲裁还没结束这35亿的美元索赔正在进行当中。如果巴拿马败诉，那新的营运商的合法经营权也有问题。对，所以谁愿意拿真金白银几十亿去投资一个权属有争议的港口，对吧？大家又不是白痴。那在第二个就是政治风险因为这2个港口本身它就是巴拿马太平洋侧和大西洋侧的2侧出入口，是很重要的地缘战略的资产。所以巴拿马强行接管之后，那大陆当然是表达了严正的立场。那也因此，谁在这个事情上你去接盘，那也是冒着得罪大陆的风险，而且你就等于在中美之间选边站。你选美国，那大陆就不高兴；你选大陆，那美国也不高兴。不如干嘛呢？不要接干嘛做这个生意呢？而且第三就是当下的商业风险整个全球航运的网络已经开始逐渐绕开了巴拿马。目前大家经商商船呢挂旗都不是挂自己本国的旗，都是挂什么？就是挂叫方便旗。比如说，因为巴拿马它的注册费比较低，所以呢我就挂巴拿马的旗大家做生意比较方便。那巴拿马也因此长期就是靠这个注册费来收入你就拿着我的旗然后世界上做生意。但现在呢，因为中国大陆开始针对谁拿巴拿马的旗，我就查谁，所以大家就不挂巴拿马的旗反正我挂别的国家的旗，手续费更便宜那我为什么一定要挂巴拿马的旗？那当然就等于巴拿马它的收入大减，同时呢，又因为天灾就因为这个降雨量的关系，它的收入也大减，
所以巴拿马现在当然是受到了打击。好，我们刚刚聊的就是中国大陆的制裁报复之下，对于巴拿马的船籍还有它的港口受到了非常严重的影响。但是我们如果把眼光再往更大的一个方向去看，其实不仅仅是对这2项造成影响而已，现在影响的包括巴拿马整体的航运，还有它的物流产业，甚至是它的国际港口地位都受到严重的冲击。因为巴拿马目前是全球最大的船舶注册中心之一，但是我们刚刚讲了嘛，看庭也提到了，现在有很多的船商他们决定跳团级，损失的不只是注册费而已，是整套的航运、保险、金融相关的港口服务的产业链。再来，我们刚刚也说了，对于巴拿马作为国际的重要港口地位也有影响，是因为中国远洋集团停止部分的货物输往当地的巴尔博亚港，进一步冲击巴拿马港口跟它的转运地位。干哥怎么看？接下来对于整体巴拿马的国际地位有什么样的影响？好，中国远洋海运集团啊，他们现在哈，我说我不送过去了啦，啊，我们也不必跟你一定要跟巴拿马做生意，对不对？坦白讲一句，中国远洋海运集团他们最主要每年的这些航运，他那个航次，它都是从远东把货物送到美东去的，也就是远东跟美洲之间最重要的航运路线是这个中国海运集团。那如果现在他说好了，那巴拿马你现在对不对？对我们长和实业这样子的话，那我们最大的航运公司也不送东西过去了，损失的是谁？你慢慢你就会知道。而且美国驻联合国的海事代表Stevens 他就说，我跟你讲啊，中国现在对巴拿马的惩罚啊，快速有效，很快我们就可以看到巴拿马的国内反对的声浪。你看，他驻联合国的代表都已经这样子讲了，对，但是他只敢在联合国讲，他回到美国他不敢讲，为什么？他回到美国看到川普他就闭嘴，为什么？他不敢在总统面前讲，因为巴拿马今天会做出这些荒谬的决定，都是川普给施压的。巴拿马最高法院为什么敢下这样子的判决说，长和实业你们两边的港口通通把权力交还回来，还给我们巴拿马政府？他怎么敢这样判？就是川普啊！如果不是川普，他们怎么敢这样说呢？然后你知道现在我跟你讲，中国现在最厉害的是什么？光是5月就扣了就扣了400多艘船，巴拿马的船。所谓巴拿马的全移轮是什么意思？就是说他现在挂着巴拿马的旗，对不对？华盖在很小的时候第一次听到悬挂赖比瑞亚国旗的货轮。那时候是50年前的往事，我说奇怪了，为什么会有人去挂赖比瑞亚的旗呢？赖比瑞亚是非洲一个小国，对，他半世纪前他就已经知道要做这个生意了，你知道？然后呢，第二个跟进的就是巴拿马，巴拿马在差不多40年前就说我开放，任何国家要来注册的话，我都不检查的。其实当然有一些很简单的检查，可是你要到日本、美国去挂旗，第一个贵，第二个从头检查到脚。现在中国就开始做这个从头检查到脚了。我跟你讲，你这个巴拿马的船是不是？我告诉你，这个轨杆不对，停泊的位置不对，然后还最重要的是，巴拿马旗帜的货轮，到现在前半年已经占掉在中国出事的1半以上，也就是说出事10件，5件是挂巴拿马旗的船，比如说有船员。不见了，是上了岸以后就再也不回来了，不然就是什么？不然就是突然人就在岸上，不知道哪个地方就死掉了，然后遗体还送回来，说这遗体怎么办？这样子，他说奇怪，为什么就你们这个国家的船一直出这种事情呢？所以说我要制裁你们，我要检查你们。刚才厉将军讲了，停1天60万台币，对，停1个礼拜600万，谁受得了啊？对，我就这样，你要整我是吧？我回头整你的话，我是绝对不手软。所以 Stevens 说，我跟你讲，中国这种方式很快就会收到效果，因为巴拿马1年从全移轮挂旗这种方式可以赚30亿美金，1年就可以赚30亿美金。还有很多国家你没有听过的，蒙古共和国也在赚这个钱，还有什么中非共和国也在赚这个钱。所以现在巴拿马没这个收入以后，我告诉你，那他要回去种古柯碱吗？不行嘛，对不对？所以巴拿马以前是毒品大宗出口国。现在是靠这个巴拿马运河，但是我可以告诉你，从这个事情你就可以看得出来，
巴拿马他如果说再这样一意孤行下去的话，对长河实业没有交代的话，我可以告诉你，受伤的绝对是巴拿马自己本身，然后川普就在那边旁边隔岸观火，因为根本不关他的事。所以我跟你讲，到时候巴拿马本身他一定要改弦易辙，不然的话，中国的制裁力道会更大，他们的损失会更多。今天有关于中日的产业战呢，我们赶快来看到的是，已经不再是单纯的一个贸易战了。这一次双方打的是这个包括了高端的制造业跟战略资源的一个核心命脉，怎么回事呢？我们先来看到，一边是日本，他现在拿着他的高端机床来当做他的武器，来卡住中国制造业的升级。另外一边，中国大陆现在呢祭出的是稀土还有稀有金属来反制日本，当做它的筹码，要掐住日本高科技的原料命脉。先来看，这是最新消息，日本的最新消息，从8月16号开始就会正式的收紧它的精密机床对中国大陆的出口管制了。高市早苗甚至自己亲自跳出来说，相关新的申请是否接下来会放行，他会来亲自做审核。连高市早苗都已经出来喊话了。那么为什么要这么做呢？因为他们希望能够卡中国大陆在半导体、航太、机器人、汽车、军工领域的发展，这一些领域要发展都需要用到高端机床，而中国大陆现在的弱点恰好是它有70%的需求，至今都还是仰赖日本的。那么我们也来看到，就在这个日本宣布对中国大陆的这个限制之后，但是呢，中国大陆对它的机床的订单需求仍然是持续增加的。先来看到3月份，日本对中国机床订单是达到了500多亿日元，创单月的新高。6月份，中国的部分更占日本海外机床订单接近达到了40%左右哦。所以呢，我们现在也看到这个日本对于中国大陆的限制哦，已经不是单纯的出口限制而已了，它也是试图卡住中国大陆下一代制造业的升级。那接下来中国大陆怎么办呢？真的会影响到中国不管是在半导体、航太、机器人、军工升级等等领域的发展吗？上次哥，请问怎么看？好，日本出手哈，那这次针对中国。会不会打到中国？可能会哦。目前这个是最新的一个日本决定，要对于中国当中有点一个反制的部分的措施。我们知道之前日本反制像是光刻胶，以为很严重，结果中国大陆直接把你平替了哈。但是我们知道，其实对于日本来说，长久来全世界都知道，像日本、德国他们的这个所谓的制造业、制造工艺是非常非常厉害的。而它厉害的最核心之处，其实就是这个我们讲精密数位机床。这里头运用当中，我们讲那些精密螺丝啊，你要钻洞啊，你要车床啊，你要齿轮要磨，这里头不止这个机器厉害，包括人去做这个机器，人去保养这个机器，那个0.几微米的部分哈，那些老师傅，而且你弄完之后，这个它那精密的卡准。所以呢，甚至包括，而且你这个机器10年之后都没坏哈，这就是日本这个所谓的精密，我们讲精密制床或精密机床的厉害之处。所以所有现在在应用的，可不是一般的工业，是它通常用的部分是最精密的，比如说航太，比如说一些军事武器、半导体的部分，还有最新现在人形机器人的一些减速器，包括一些关节所在的部件。都需要这个东西。好，就日本为什么突然这样子哈？那它当然是针对一个叫做输出贸易管理法去修这个法。这个法呢，其实2024年日本就开始一定在修哈，因为已经很久了。只是修着修着当中突然加速，而且就是在这几天突然这样子宣布。好，它宣布是有备而来的。要知道现在所谓这个精密机床是什么概念？中国大陆的70%都是来自日本，而且中国大陆现在的技术还没有完全的攻克。刚刚讲航太业、军工业在这里头其实都是最大的关键哈。因此，而且这次我们看看里面的内容，它主要针对的是什么？是针对于5轴联动。各位，1轴、2轴、3轴、4轴、5轴，你不懂制造也清楚嘛。而且这作为最精密的5轴联动是它锁定的。那有3轴跟比较低阶的5轴不在这个管制之内，所以它就是最厉害、最精密的管控你，而且它管控了整机哦，管控了核心的零组件。如果中国大陆你现在有的，你要后面买零组件，比如说什么航空公司啊、机电公司，你要买零组件没有了，逐一批。还有关键的设计软件。所以你可以看到，这是全部嘛，它全部就把你控制住哦。那现在其实这整件事情的部分影响，刚刚讲还不知道，但是总体来说，中国大陆评估
有可能会影响2-3年，要到中国大陆能够全部攻克，有可能2-3年才可以。所以现在受过的影响，但现在整体评估，这一次到目前为止，日本的部分并不是死绝的把你切断，它可能还是有一些漏洞。或者比如说，第一个，它不是全部的禁运，你还是可以申请审批。只不过刚刚讲高市早苗其实都放话了哦，如果你现在最新的部分，他们现在预估中国大陆的军工业啊、半导体的业，你是80%，大概是绝对不可能，你申请他也不会给你。但是现在可能的途径就是像先前在稀土，日本也是这么做。绕到欧洲，也就是说，现在如果第三国的二手机或者绕到部分是国外的子公司生产呢，子公司贴牌的，目前就不在这个禁运里面，所以这里可能有这么一点点漏洞。我想高市早苗为什么突然这么做，可能跟他最近的背景有关，还是值得讲一讲。要知道，最近其实日本跟以色列方面已经在接触，准备要签订更大规模的部分的所谓的军事同盟的合作。这里头包括以色列准备打算把包括无人机、包括一些导弹以及各式各样武器，包括软体，要整个什么样规模呢？1600亿美金，包括日本在内一起合资，要准备把这个生产线转移到。日本，那这个是最新的，而且现在先前乌克兰跑去日本接触讲无人机，对不对？是很快的，他们谈1个月就签了。这个签了当中，钱、地点，包括后面的生产合作的公司，全部都已经确定了，而且快速要上线生产。大量的现在包括乌克兰无人机，所以我认为高市早苗现在最近有一个迷之自信，就是说对于对抗中国的部分，除了有美国撑腰之外，当然刚刚前面讲的背后也可能是美国的意志，所以他突然有个觉得对中国有强烈对抗的能力，所以我们认为现在看起来他有关于这部针对日本精密的这个机床，而且确实是对于中国可能有一点卡脖子，而且卡在航太。军工跟机器人这些前瞻发展上，所以推出这个部分的对抗的部分的政策有没有效果，我们可以继续观察。好，所以现在高市早苗是突然间有了底气了吗？有来自于美国跟以色列，特别是在军事上面的协助，是不是就更有底气去对抗中国大陆？所以今天祭出了一个最新的这一招嘛。那另外一方面，中国大陆有没有反击措施？当然有了。我们赶快要来看到，其实中国大陆的反击力道是非常非常大的。就是对日本祭出的稀土的出口管制。我们先来看到统计的最新数据哦，光是今年上半年出口给日本的稀土已经一口气暴跌51%了，6月份更狠哦，年减幅高达了80%。主要的关键就是在重稀土对于镝还有锻的日本出口是直接归零的。镝跟锻为什么这么重要？就像是日本去封中国大陆的机床一样哦，镝跟锻同时也掌握了可以影响日本的，包括了军工设备、高端制造、电动车的马达，甚至是精密电子等等。另外一方面，除了掌握这个矿产原料之外，中国大陆更掌握了一系列，包括了这个从采矿啊到分离、冶炼等等。供应链的整体技术，大家就在看说，那中国大陆现在对日本的这个稀土出口如果减少的话，是不是稀土相关的企业他们的获利就会减少呢？结果是不减反增了。我们也赶快来看到最新数据哦，中国稀土集团今年上半年净利润年增幅46%，北方稀土预估上半年净利润年增幅更是暴增了121%，代表说价格提升，虽然说这个。出口减少了，但是价值更高了，所以8月份稀土价格哦，从2025年8月以来已经上涨幅度高达了30%。这个是中国大陆对于日本在稀土方面的制裁。另外一方面，中国大陆也强化，刚刚讲了嘛，美国跟日本站一边，所以中国大陆也强化对于美国的稀土制裁。最新的方法是因为他要报复美国所做的这一件事情。美国在今年上个月底把43家的中国大陆的企业列入防止维吾尔人强迫劳动法的实体清单当中，所以制裁的企业已经增加到187家了。所以中国大陆现在想到办法来治美国了。这位是高志凯，他是中国全球化智库副主任。他说呢，中国现在应该要成立一家稀土总公司，重点来了，这个总公司就是设在美国一直不断提的新疆这个地方。他就说呢，如果未来美国你需要稀土的话，就请你亲自飞一趟到新疆来这边来跟我们谈，不管是稀土的出口甚至价格都是由中国大陆来决定，甚至未来还在新疆这边用人民币来做交易等等。干哥怎么看？日本很少这样，你看收紧了精密的机床的出口管制，他很少这个样子，而且他现在学的都是我们中国这一套，就是说加严审核，你知道加严审核的意思？
日本是一个最假仙的，就是我们台湾话啊，就是说很 gay 仙呐，表面上很有礼貌，那个肚子里面啊，全部都是刀剑。他坦白讲，他说我不是不卖你啊，但是我现在从严审核，意思跟不卖你是差不多的意思啦。那会不会影响到这个中国的整个生产链呢？哈，跟供应链呢？可能是会的。上次讲没有错。那你以为中国就可以让你这样挨打吗？看谁被打得比较痛啊！我跟你讲，你看现在敌跟特两种重金属啊，也就是那个这个元素，老实讲一句，到这个月已经怎么样？已经归零了。我们中国不出口给日本了。你不出口给日本，因为这两样这个元素最重要，它是什么？军工业和高性能马达，还有一个大家没有注意到，它的重要性也非常的要紧，叫乙，一个金再一个乙，它是做什么的？癌症医疗设备要用到这个乙啊，还有什么？还有半导体设备也要用到乙，所以说乙这个东西也很重要。总共7种啊，这个重要的稀土啊，都已经被中国下令先暂时。但是坦白讲一句，中国不会完全断供，你不能完全断供，为什么？因为你完全断供的话，那就代表是针对性的，你就是针对我日本的。但是中国不能在这个阶段里面还没有到要打仗的地步，我还不能说我就不卖你，对啊？为什么？你要等到什么时候？像美国在2次大战之前跟日本讲说，我现在石油就不卖你了，日本就准备打了，你知道我的意思吗？就说这个叫战争宣示、战争行为，所以还不到那个程度的时候，现在中国一定不会讲说我完全断供。那但是在这个时候呢，老实讲一句，是美国就在帮腔，你知道？美国你看国土安全部啊，他竟然上个月底就说中国已经有100多家被列入管制了，你这些企业都跟军工有关系，那我现在又多加43家，这43家是哪一种的？就是中国的企业里面有铜、有铅、有黄金、有服装，最重要的是什么？你知道？最重要的就是棉花。他又把那个防止维吾尔人强迫劳动法，他又搬出来了。他说你现在不是只有维吾尔人哦，你还有吉尔吉斯人哦，还有哈萨克人哦，都牵涉到被中国当局奴役，进入什么再教育营。那好了，中国的智库啊，副主席高志凯他就说：好，你要这样子是不是？你美国要跟着日本一定要这样子搞我们中国啊？没有关系，那我们中国应该要成立一家中国稀土出口总公司。这家公司要设在哪里？你知道？要设在新疆的乌鲁木齐，而且不接受任何电邮，也不接受任何电话，也不接受任何网络订购。要买稀土是吧？你国防部 DARPA 美国国防部高级计划局，请你派专员，要先过我们这个我们中国啊安全部门审核，你才能够来。不是来北京，你到了北京你要坐，不管你爬的也好，坐高铁也好，坐马车也好。你给我到乌鲁木齐来谈判，你现在有资格再来谈判。高志凯，我觉得他真的就是很传统的一个中国人，你知道吗？就是说我们是朋友，我们都可以谈；不是朋友哈，请你自己想办法到乌鲁木齐来谈。而且我们要纸上签约，不可以用 email。这个真的是，然后等一下签完了之后要用人民币付款，不接受美金啊。所以这个就是说，如果你真的要跟中国斗争的话，那下场不好的绝对不是中国，而是美国或日本你们自己。好，现在其实呢，我们刚刚讲的是日本跟进美国老大哥来对中国大陆祭出这个制裁。那另外一方面还有另外一个国家，同样是跟日本一样跟进美国老大哥来制裁中国的，还有澳洲了。澳洲最新我们也来看，它也有了动作，正在加强审查中国大陆相关投资人，要求呢，只要你是中国大陆的相关股东，你就要出售掉澳洲稀土企业北方矿业你的持股哦。目前中国相关的股东占这一间的持股大约达到了17%。为什么这一间公司特别的重要？因为呢，它开采的矿主要是包含了镝还有锑等等这一些重稀土。张晋老师怎么看澳洲的动作？接下来你怎么看？我想啊，在这些就是这个封锁技术产品或者封锁原材料，
所有的封锁的这些手段都是慢性的在绞杀对方。可是有一句话讲说，你要卡人脖子，你一定要跟上帝站在一起。换言之，也就是说，你技术领先的产品，终有一天人家还是会追得过。可是呢，矿产原材料产在你的家里，这是没办法的事情。所以呢，这个人家讲说是因为资源的封锁，会逼得对方狗急跳墙，然后甚至诉诸战争手段，诚如刚才干哥所讲的，逼得日本人非要下南洋，然后去夺资源，这是可能的。那我是觉得这个澳洲呢，它现在针对股权上在这个做这个文章，我想必须要提醒一下，在西洋的这个海洋法系的国家之中，你不可以针对单一的这个企业去立法。你可以用行政手段去要求，可是呢，他万一要求普遍性立法的时候，其实这种做法是没有办法站得住脚，所以在这边要提醒。至于高志凯先生讲说是把那个稀土工业全部拉到那个就是新疆，我以前新疆有一个这个就是美国有个参议员叫 Tom Cotton， 他动不动就是找新疆的棉花开刀。就新疆就取了一个名字，这个棉花种叫 Tom Cotton。说为什么叫 Tom Cotton？ 说因为美国的棉花的时代有一个汤姆叔叔的小屋啊 ，Uncle Tom's 的 Cambion， 所以我们这个新种的棉花就叫 Tom Cotton， 你知道？结果那个大家搞得啼笑皆非。当然这个事情只是昙花一现，意思就是说你要去捉掐别人方法有很多，但是讲实在话，这种拿先进技术去卡别人的，会有一天万一被人超越的时候，然后人家做出白菜价，最后会让自己的工业体系崩盘，那个风险才是更大。好，要赶快来看到是这个中国大陆现在粮食牌直接掐住了川普的票仓哦。现在呢，针对于这个美国要出口这个胡桃，他们要来正式的开刀了，课征的部分是54%的一个保证金。那其实胡桃只是一个前戏而已，重点是中国大陆想要卡关美国的接下来出口给中国2500万吨的大豆才是重点。美国的农民现在很害怕了，是说北京会不会接下来翻脸不买大豆了呢？今天我们会做深度的剖析。好，关键就在于今年的9月份，川习会即将要登场了。北京现在先出了一张川普最怕看到的牌，不是我们先前谈的稀土，不是晶片，也不是 AI， 就是有关于美国农民的生计，而美国农民的生计也会直接影响到就是川普他的重要的政治选票了。我们先来看到的最新消息，8月10号这一天，中国大陆的商务部呢最新针对于美国进口的胡桃实施高额的临时反倾销措施，产品只要进入到中国，接下来你都要缴54%的保证金，意思就是说你出口到中国大陆的胡桃呢，等于你的价格就垫高了1倍。那么不只是针对美国，还针对了墨西哥。墨西哥进到中国大陆的胡桃也要课征，最高也是同样达到了50%以上的一个保证金的税哦。那么他们的理由是因为认定美墨产品存在倾销的一个可能性，所以对中国国内的产业会造成实质的伤害。重点来了，为什么中国大陆要选在这个时候突然间针对胡桃来课征这样子的一个新的保证金的税务呢？不是说要暂时来休战，甚至说要好好来谈 AI 吗？为什么突然间北京要给川普一个警告呢？现在大家就在看说，重点的大戏是不是就是在稀土了？因为美方一直最希望就是中国大陆赶快买这个自己的稀土。那我们也来看到有关于稀土的量。2016年，中国从美国稀土大豆是一度占中国进口来源高达了41%，但是2024年只剩下20%，直接减少了一半。那中国大陆不足的这个大豆从哪里来呢？现在是看说转向了巴西、阿根廷跟乌拉圭等等的国家。接下来美国农民怎么办呢？少了几千吨可以输出他们重要大豆的国家，美国农民会不会成为牺牲品？上志哥怎么看？好，中美之间开始有点紧绷，有点冲突咯，大家要特别关注。这个是在整个5月呢，这个北京川习会之后，不是气氛很好吗？说要有个这个稳定的战略什么合作关系、建设关系什么鬼的，但是现在看起来，历经了3个月后，所有这些谈的东西是不是就进入紧张状态了呢？我们现在来看啊，中国对于中美之间，大家要分层来看，什么意思呢？
更核心、更战略高层的是跟科技有关的。科技的、AI 的、战略的、国防的等等的这些东西，这是大家彼此不让的。然后呢，它有一个下层，因为下层的东西跟大众、跟美国、跟中国大陆的生活有关，这里头就是贸易的。然后另外刚刚讲稀土也算是已经是战略了哈。好，所以特别是在贸易这些跟其中选民有关。好，中国大陆商务部突然丢出这个东西，是这样子，它是针对于坚果类。胡桃大家听不懂，就是核桃啦，就是坚果类有核桃，这次这个里面清单有核桃，有开心果，有杏仁，这都所以影响加州其实蛮多的哈。那但是这里头怎么说呢？这里头其实第一次出现就是这3个关键叫做反倾销税。中国大陆过去对美国没有推出反倾销税，往往都是报复性的一些关税啦或抬高，在农产品这次出现反倾销，这是第一次，因为中国大陆开始用。反倾销这个东西在农业上出现了哈，那但是我们看说它为什么要这样？除了难道是反倾销吗？其实当背后其实我们也都理解，中国大陆因为长期以来对于所有过去对美国农业当中就是优先美国嘛，早先对优先美国，但是中国大陆这些年，特别是这2、3年的，是开始对于长期的供应链在做分散。我举个例子，这次这个核桃，除了中国大陆自己云南、新疆也开始生产很多核桃之外。核桃跟乌克兰买很多很神奇哈。那么，所以这里头其实有些中国大陆这些战略的考量蛮有意思的哈。好，但是重点还是中美的这个贸易冲突啦。大家其实在关注的，除了这个核桃，这是一小部分，还是在看现在中美贸易当中5月大家甜蜜蜜。那到底现在，比如说大家去看美国的大豆、玉米、高粱、小麦，这是很重要一块。畜牧业的包括牛肉这些所有的进口，还有另外包括水果，这通常是这5大类啊，3大类。我们来看大豆大豆很重要。大豆是这样子，先前谈判5月的时候讲的甜蜜蜜，2026到2028年连续3年，每年要采买2500万吨。好，中国1年全世界买是1.1亿吨。好，所以2500万吨现在大家都20%而已。结果到目前为止。包括上个礼拜才刚刚又买了80万吨，才买600万吨而已。好，当然美国大豆是这样子，它通常是下订单，现在买订单，10月、11月才装船，好才装船。可是我们看中国大陆到底那1月到6月嘞，好，1月到6月中国大陆全世界，尤其巴西买了多少？买了5000万吨啊，所以达标了。可是唯独美国没有按照规划买，所以这里头还是有施加压力的这个味道在里头。所以看起来其实，在5月份之后，好，但美国中国大陆为什么在这个当中，没有符合先前5月谈判的气氛呢？是中国违背诺言吗？没有。中国大陆在当时非常重要的，你的贸易、我们的稀土、中美之间所有一切是针对于台美军售这件事情，140亿美金。你要有交代，当时是这个完全就是摊开来讲的。当时其实也就是这个他们说回去考虑干天，可是回去已经快100天了。美国方面对于台美贸易没有后续，对，没有吱声。而且最近看到对于日本方面的很多军事动作，我们刚刚前面提到的对于以色列啊、乌克兰等等，然后呢，乌克兰要跑到台湾要来做无人机这件事情，包括我们刚刚举的汉光演习当中，整个完全这个张晋大哥是专家了，所以基本上就是美国的剧本、美国的要求、美国要检验的东西，跟过去汉光演习不一样。所以美国方面你可以看到，不要说台美军售，对于台湾军事的所谓的这个。所谓的背后的，不要说指指点点，背后在操盘这件事情没有任何一丝松懈，甚至更加强。所以这个背后是不是真正的回到来讲，中国大陆对于美国关系包括农业贸易承诺的东西都停手，无论大豆买了600万吨而已，然后呢，包括现在还丢出一个核桃的。新的反倾销税正在加大压力，因为现在已经8月中旬嘞，不是说9月，还剩下不到40天，那个习近平不是就要去美国了吗？对，难道习近平因此不会去美国了吗？应该是接下来中美所有冲突当中，大家会集结的结论，习近平去不去？还是说川普也没有让习近平去，故意创造一些现在这些紧迫的条件，让北京说不去了。究竟这又是谁在操控这个局呢？好，所以中国大陆我们看到用农业来反制针对于美国的各种地缘政治上面的动作，那确实当时承诺的是说2028年要总共买到这个2500万吨是每1年，但是现在看起来真的只有600万吨。那接下来这个来自于美国的权威战略期刊的外交事务指出呢，粮食问题可能成为接下来美中之间施压点，而这种饥饿游戏已经成为中国地缘政治里面最重要的一个筹码了。
中国大陆现在在打什么样子的一个牌？张健老师又怎么看？我想大家必须要了解，就是真正所有这些农产品的谈判呢，有很多跟季节性因素有关。就拿大豆为例，巴西跟阿根廷在南半球，它跟那个美国的产季啊，恰好是相反的。所以当时在谈判的时候，其实是因为巴西在抬价，在拿敲，所以他跟美国谈。是放样子做放话，然后做样子给巴西看，巴西一看不行，那个价钱抬过头了，回不了头。然后呢，阿根廷趁虚而入，所以他就大量买进。那等到这个阿根廷那边签约，巴西急了，价钱哗跌的比原来抬价钱更糟。所以这是商业谈判之中。但是你要知道，那个时候是所有的船运啊，所有的船只，你不是说你买了之后它保证一定运得来，你还要去配套陆地上的运输，然后装船如何。我觉得现在啊，这个基本上是在摆态势，因为就我所知，所有后续的船运的这些之前的订约都已经在去，中国这个农粮总公司都一直不停的在做，只是啊不见兔子不撒鹰，不到9月份去的时候，为什么呢？因为之所以习近平去访问这个美国，是要配合川普演这场戏，9月去，然后希望造成这个声势，然后呢11月。假如你今天没有把后续的那个运销的船、这些运销管道弄好，你9月放话说买了，你到了11月还是运不出来。所以很多事情啊，其实我们今天要了解，它不是专门去打击农民的荷包，它专门去打击你政治对手的票仓，那才是重要的。所以这个为什么能够让川普低头，是因为这些种大豆的都是他不能输掉的州，他要输掉了州的话，那整个的翻盘他就马上就。立刻就跛脚，所以我们就讲这个，我们天天在这边讲反渗透法，那个外力干预跟诱导，你要有本钱啊，对不对？你要约制啊，你能够就是说，尤其是你要约制的对象，他是用感性思考，他不用脑子的，所以才会被左右，才会被操纵。为什么拿出那个核桃来？因为核桃不是主食啊。核桃是可有可无的，所以而且这个数量相当有限，所以才有操作空间。好，这个是我们看到中美之间的这一场这个粮食战还在持续的打当中哦。那另外一方面，其实还有另外一个是跟科技战比较相关的，是美国又有动作。好，7月底的时候，美国开始限制部分的外国机器人跟电力的逆变器，接着又把数十家中国企业列入黑名单。当然了，中国立刻反制，几个动作：第一个，审查美国的资安产品，加强无人机产品出口审查，制裁美国的实体，甚至是我们刚刚提到的这个打压美国的胡桃等等核桃哦。等于是说，美国打一拳，中国大陆也就会做同样的回击。那干哥怎么看？接下来习川会大豆又能换到什么呢？其实我跟你讲哈，美国一直在做一些自己都搞不清楚的事情。就是你明明知道，对于美国农民而言，不管胡桃、大豆，这些都是很重要。但你为什么在就是说7月的时候限制部分外国制机器人跟电力逆变器？我告诉你，这2样都是中国出口的大宗。限制外国制，其实你就是讲中国制就对了啦。那它根本就是中国在做的嘛。电力逆变器更是，对不对？所以老实讲一句，你现在就是冲着中国而来的政策。然后这个是7月28号发生的，7月30号过3天，就是我们刚刚讲的43家中国企业啊，又列明了压榨维吾尔人，铝啊、铜啊、黄金啊，通通有份。最重要的是棉花，还在讲棉花的事情。哎，美国的参议员也是很累，为什么？因为一直有什么国际组织，一直去啊，有去国会游说啊。我跟你讲，还有很多中国少数民族受到压迫啊，在这个什么在教育营啊，上面还有塔那个监视塔在控制的，他们在血汗工厂里面做啊，所以43家又上了名单了。所以我看中国就一直冷眼看你啊，你现在几天之内你搞这么多花招，好，那没有关系，我们也来搞一个对外贸易法啊，叫开始进行国安调查。国安调查，我不是在这上面反击你，我是在农业上反击你。对，所以说刚刚前面2位讲了很多，你知道中国1年需要多少大豆吗？不是说一定会跟美国采购2500万吨吗？中国需要1亿吨。中国
13亿人口，他们需要1亿吨的大豆才能够过这个冬天，但是美国没有办法拿大豆来当做谈判的武器，你这样听起来会非常吊诡。你要从哪来呢？我要从哪来？我告诉你，我现在从巴西跟阿根廷进的大豆的品质跟价钱都超过你美国。今天我要跟你美国买的原因，是因为我们维系着这个双边贸易，让它不至于瓦解，这才是最重要的。胡桃也是一样，川普第一任期的时候，中国就拿胡桃干，张老师讲的，说这个因为胡桃它毕竟不是主食，他拿胡桃来反击，当时就已经有用到说反倾销的考虑，保证金还不是反倾销税哦，从保证金上面下手认为说胡桃销到中国是不公平的，所以说课征54.3%。那个时候你知道乔治亚跟那个亚利桑那的美国农民跳脚气死了，比大豆农还要跳脚，还要抗议，所以大家就晓得，其实老实讲一句，中国它其实它要反制的话，它有很多方法，也有很多手段，只是还在维系着双边贸易的基本的依存关系而已。所以美国，你真的不要搞错了。